继今年7月份成功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之后，再过几天，也就是9月9号到10号，印度又将迎来另一场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即20国集团峰会。这是印度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活动。G20是涵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间论坛，成员包括19个国家和欧盟。该组织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约占全球的85%，贸易占全球总额的75%以上，人口约占全球的2/3。印度正在庆祝这个将自身置于国际舞台聚光灯下的历史性机会，向外界展示印度的大国梦。然而，印度办G20究竟能给自身带来哪些提升呢？一起来洞察关键。20国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很重视这一多边平台，努力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时办好峰会。不过，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很少有国家像印度这样大张旗鼓。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政府将G20峰会全息图投射到著名的古迹胡马雍陵上，在一些偏远的邦。当地领导人举行了以G20为主题的花车游行，中学生的统考试卷上印有G20印度峰会的标志，以及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莲花标志。从新德里到孟买，道路上布满广告牌，提醒通行者，印度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华盛顿邮报称，每隔几个街区，人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标语：重大的责任，更大的雄心。这是印度为今年的G20峰会拟定的主题。标语上还印着印度总理莫迪的笑脸。莫迪政府抓住东道主的角色，展开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公关活动。据悉，今年的G20系列会议从2月在班加罗尔举行的财长会开始，到9月的领导人峰会结束。印度官员表示，希望展示印度的最佳形象。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印度将在56个城市举办215场会议，耗资超过1亿美元。8月27号。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商业峰会上表示，印度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东道主，将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并提议非洲联盟正式成为G20的成员国。莫迪指出，我们有一个包容性的愿景，本着这一愿景，我们也邀请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国。同时，印度方面还呼吁G20就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达成共识。这些问题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通货膨胀和气候变化。有分析人士指出，将非洲联盟纳入G20是这一战略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也曾在去年12月表示，他希望非盟加入20国集团，成为正式成员国。印度首先他想通过邀请非盟参加G20峰会来加强跟印度的关系，因为印度跟非洲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么，印度在2008年开始就搞了这个印非峰会，已经办了好几届了，那么这是这个层面的印度的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印度这几年在推一个全球南方的概念，那么印度想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自称可以成为全球南方与这个发达国家对话的这个桥梁它是最好的这个沟通的这个途径，沟通的桥梁。那么G20呢，又是多数都是这个发达国家或者说这些新兴的经济大国。那么呢，邀请非盟参与这个G20的会议，那么有助于印度加强它的这个全球南方当中的地位，加强印度跟非洲国家的关系。8月22号，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在7月9号至10号前往新德里参加G20峰会，并将与G20伙伴讨论一系列议题，包括提高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能力，通过应对全球挑战等方式，更好地消除贫困。美国财长耶伦将陪同拜登前往印度参加G20领导人峰会，这是他不到1年内第4次印度之行。8月16号。印度外长苏杰生透露，印度已邀请西班牙、孟加拉国、尼日利亚、毛里求斯、埃及、荷兰、阿曼、新加坡和阿联酋这9个非G20国家参加峰会，乌克兰不在此列。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称，苏杰生表示，我们决定不邀请基辅参加峰会，因为这是一个讨论全球经济增长问题的平台，这应该是峰会的重点。G20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它不处理全球安全问题。
在印度表明不邀请基辅参加后，乌克兰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印度在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所有 G20 部长级会议均未能达成联合声明，这与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不无关系。印度论坛报8月16号报道称，印度外交部希望在9月的峰会上 ，G20 领导人们能够达成一项声明。对平衡外交是印度一直以来的一种外交的传统，或者说它的一种手段，不选边站，特别是在不涉及印度自身利益的问题上，那么印度通常它是不选边站的，特别是涉及到其他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它都是得罪不起的情况之下，又不涉及它自身的利益，它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左右逢源平衡外交的这么一种手段。相比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在任何场合下都要谈俄乌冲突的不同印度它是因为跟俄罗斯有传统的利器的关系，它在俄乌冲突当中是不选边站，包括在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国际机制当中，关于俄乌冲突的投票，包括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这些提议当中，印度都是弃权的，它要维护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那么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呢，因为 G20 本身它是有特定的功能的，它就是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它不是一个讨论安全问题的平台。所以说印度它也是延续了去年印度尼西亚举办 G20 的这么一个立场在 G20 当中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全球经济问题，不去或者说淡化俄乌冲突的问题。去年12月1号，印度从印尼手中接过 G20 轮值主席国职位。早在当年9月，印度外交部就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将组成3驾马车，现任、前任和下任 G20 主席国。这将是3驾马车首次由3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这会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言权。负责新兴市场研究并曾在印度任教的法国里昂商学院国际商业和战略教授莫西·阿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G20 将检验印度在多边外交平台上的影响力。他说，印度旨在实现结构转型，推动更大的增长、繁荣和公平。其中的挑战之一将是如何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 G20 的愿景和成果上的分歧。出任 G20 轮值主席国后，印度在今年初召开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共有124个非 G20 国家参加，中国是并未受邀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一词最早出现在1969年，后来被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随着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拒绝跟随美欧制裁俄罗斯，以及中美博弈加剧，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重视程度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此前专注与大国交好的印度开始调整策略，计划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头羊。印度媒体还指出，莫迪政府力推全球南方议题，与明年的印度大选息息相关。莫迪政府将在选举中寻求第3次连任。如果印度能复制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引领者形象，成为全球南方领头羊，势必将成为莫迪政府的加分项。而如果非盟能在此次峰会上加入 G20， 也将成为莫迪的重要外交成绩。8月23号，印度的月船3号飞船在月球着陆，成为苏联、美国和中国以后第4个成功执行月球登陆计划的地球文明。印度总理莫迪此前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印度目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很快印度将成为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高盛经济学家上月在一份报告中预测，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进步、资本投资的增加和工人生产力的提高，印度有望在2075年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面对这个人口数量的世界第一，印度民众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对于印度而言，人口数量第一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也是位居首位吗？一起来洞察关键。根据联合国估计，印度已在今年4月底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数达到了14.25亿，超过中国。
联合国指出，印度人口将持续增长至2064年，从目前的14亿增加到2064年的17亿。自打2011年以来，印度就再也没有进行过全国人口普查。1881年，英属印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在此后的130年时间里，印度始终保持着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的频率。因此，按照惯例，印度本应该在2021年进行全国人口普查。不过，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原本要进行的人口普查被一再推迟。然而，年的14%多。印度呢成为世界人口第1大国。那林先生，根据您对印度国内的观察，他的媒体也好，民众也好，怎么看这个事儿？到底是喜的一份多，还是忧的一份多？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喜忧参半啊，就是两种声音都看得到。喜的一面呢是说，印度成为这个世界第1大人口大国，所以呢，他就说在国际舞台上，比如说印度想要的一些东西，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啊，他觉得理所当然啊，我都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了，你们不要给我吗？啊，然后第二点呢，比如说他说这个我现在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呢我的市场最大啊，然后欢迎你们来印度投资啊，这对印度来说也可以在外头这个打这样的广告啊，他觉得也很有吸引力。但忧的一面呢，我相信就是印度的整个的社会的软环境还是比较差啊，还有这个教育啊、医疗啊，就是基本的这个普通群众这个吃饭的问题啊、穿衣的问题、住房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呢，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看上去还蛮高，但是呢，这个高速增长的人口实际上把大量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存量都给消耗了，所以就存不下这个经济的这个财富。所以对他投资啊各方面，还有他长期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从传统的经济学或传统的人口理论来看，其实是看人口的规模跟它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两马理论，马尔萨斯和我们说中国的马寅初，其实他都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或者人口规模的巨大，其实是对经济是一个负面的挤出效应，包括对这种资本的积累啊，包括对工业原材料的这种供给啊，包括尤其是粮食的保障包括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一个负的一个影响。娄老师，我们知道印度本应该在2021年的时候进行全国性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延宕到今天。在印度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到底难度在哪里？我觉得可能有2个方面的一个原因，一个是技术层面的。那技术层面呢，当然可能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规模，然后这几年疫情的冲击啊，对它财政预算啊、人员的培训啊各方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困难，这实实在在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原因。其实从去年的7月份，当时联合国就预测这个印度要成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了。当时印度媒体舆论还是有一些声音的，有一些关注。但这一次就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西方的舆论大量的会比较关注。但是印度它自身国内是被压下去了。印度它自身国内却讨论的一个不多。我觉得可能印度莫迪政府他不愿意在这个关键的敏感节点去过多的讨论它一个人口问题。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中国凭借自身庞大的这种体量优势，为世界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那现在印度成为世界第1人口大国，中国办到的事情，印度能办到吗？您觉得？印度尤其它的这个结构里面，它的年轻人的占比，也就是它的抚养比，其实是比较低一点的。也就是说，它的老龄化程度还是相对的比较低。那它的其实整个社会的负担整体上相对低一点。那它对于像参与全球的我们说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里面，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结合您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能够实现的，印度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说，我们光有这个人口的数量够不够？也就是我们还要看人口的结构。我觉得供需2个原因，第一个是供的，就是印度它有没有产生足够的一个就业机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印度莫迪政府拼命在强调发展制造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但从数据上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由于现在的一个政商关系的一个日益的一个密切，那么一些大财团它是发展制造业去了，但它更多的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对它本身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其实发展的
并没有那么明显。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供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自身的一个劳动力素质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匹配？根据他自己的数据调查，发现这个受教育水平越高，反而失业率越高。为什么？因为你在大学里面或者你接受的一个教育，可能跟你实际的产业不匹配。另外一个，它的一个劳动技能培训的这个比例也很低。根据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的一个数据，可能大概5亿多的劳动力人口啊，只有7300万，就是我算了一下，大概15%左右的接受过这个正规或者不正规任何形式的这种技能的一个培训。一些美西方的舆论又在炒作了，说人口红利马上就要转移了，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那实际上，西方炒作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人口红利向印度转移，其实他也是想着2个10亿人口以上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他们也是想看到这一点，也是在让2个人口大国之间出现矛盾啊，中印2国之间啊，你的产业链啊，你的产业的转移啊，你的各种人口红利之争啊，就是各种中印之间的之争，可能挑拨离间，也是西方的这种做法。包括美国在全球推的所谓的印太新经济框架，其实也是希望所谓的产业链的转移。那在这个方面，其实印度很难说我真正的把中国的人口红利转移到自己这儿，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跟中国进行攀比较量，是印度战略界他内心深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情节，就是跟中国竞争。所以呢，就是西方他这个跟中印进行比较，并且呢夸大印度的一个潜力或者一个实际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印度的很多战略界人士他是很买账的。他反而会去更好的、更积极、更主动的去迎合美西方的一些论调，他国内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调。特别是美国吧，这几年就进行中印的一个对比，甚至是尤其是捧印度来贬中国，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面对着他的一个不断崛起、经济不断强大的邻国，印度到底是什么心态呢？其实这个莫迪政府这几年把这个经济问题啊工具化、政治化，来搞对华产业竞争替代。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觉得它可以反映几个心态。第一呢，就是渔翁得利的一个心态。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打压的这个情况下，印度想获利，因为美国说了，鼓吹说印度可以成为替代中国的产业这个转移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很多印度国内的一些战略界人士，包括印度政府，他信了。他觉得他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跟中国的攀比较量。当然还有第3个一个心理，我觉得就是对华就是疑华惧华的这个不信任、不托底。特别是2020年，那么这一波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后呢，这个国际上美西方在推波助澜的一个论调呢，就是这个产业链安全的一个问题。对，就是对中国的产业链过度依赖，可能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风险。那么印度它是买这个论调的，所以呢，他也趁这个机会说我对跟中国这个产业链过度依赖，可能影响他自身的国际安全。